穿进恐怖游戏，我却以为自己进了乙游。进去当天，我就把袭击我的木乃伊扒了个精光。看着躺在手上装死的小纸人，我迟疑开口：“老公，你好小。”小纸人胀成粉红色，突然膨胀数十倍，企图一口把我吞进去。我徒手将一排尖锥样的牙齿砸出了个洞，叛逆养成系，我可以。后来三次元终于联系上我，颤抖地说这其实是个恐怖游戏，让我快跑时，我看着被蠕动肠子铺满的地面、喷溅血液的数具无头尸体，以及赖在我怀里的白毛少年，缓慢打出了个问号。在生存游戏死了288次后，我刚从实验舱走出来，就被单独隔离了。博士带着一众实验人员站在玻璃后边，编号1017，姓名几堂，在波空间存活超过3天。我悄悄玻璃补充，且情绪稳定，博士，对于这次 bug 我们深表歉意。博士似乎松了口气，相关补偿已发放给了你的家人，你的妹妹情况良好。我平静点头。此外，我们决定送你前往乙女游戏里休假，这是个我们绝对掌控的空间，你只需要尽情享受。理由？对于突如其来的休假，我感到很意外。这也算是 bug 的补偿，博士解释道，以及对你情感缺失的一种实验治疗。另外，我们检测到你似乎拥有了超乎常人的力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现在武力值爆棚。什么时候走？7天后，我背好东西，再次站在了仪器台上。熟悉的眩晕感后，我脚底一空，猛地往下坠去，将匕首插进一旁的墙壁里来减缓速度。不知道割开了什么，血腥的粘稠液体溅了我一脸。我跳到了一个铁箱上面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不远处隐约传来了几声奇怪的嘶吼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面前突然闪出了一个疯狂抖动的血红色光屏，欢迎游客1017进入游戏沉默的世界。目前生命值100%，请选择难度等级。根据博士塞给我的攻略手册，目前有3个可攻略人物：白毛养成系、红毛体育生、紫毛竹马。看着红白紫3个颜色的框，白毛控的我毫不犹豫点了白色。难度5颗星，请玩家在规定时间内获得藏品并逃出沙漠古堡。3、2、1，地图开放，心跳体验在前方等待您，祝您游戏愉快。光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正上方的倒计时48小时。下一秒，脚下的铁箱开始剧烈抖动起来，我刚撤开一步，一只缠满绷带的手猛地破开铁箱门，直直冲我抓了过来。我闪身躲过，边掏手电筒边感慨博士口味猎奇，好好的乙游也做得像恐怖游戏似的。前方出现了类似金币的物品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我又看了眼手册，估摸着这就是游戏代币。我沿着金币的路线慢悠悠地往前走，直到走到一个水池边，身后被我无视的绷带手偷袭了几次都失败，气急败坏地打算抢走手册。我没有躲开，反而伸手将他牢牢抓住，十指相扣，用了十足的力气把人连手带身体给扯了过来。他太慢太弱了，被拉过来的东西浑身缠满了绷带，只留出2只圆滚滚闪着绿色激光的眼睛，整个人似乎有些迷茫。我看看他，又看看画了几根白线和2个绿点的火柴人，恍然大悟，这就是攻略对象吧。木乃伊张着长满尖锥利齿的牙冲我扑了过来，然后又被我掐着脖子压到了地上。怎么 cos 成木乃伊了呀？是不是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我掏出匕首就把绷带给割断，一圈一圈拆了下来。木乃伊奋力挣扎，难以相信自己被这样对待，直到我把最里面的绷带撕开，才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木乃伊短促地惊叫了一声，砰地变成了一只缠满绷带的小纸人。不愧是开放式乙游，什么形态都能解锁。看着在我手上装死的小纸人，我迟疑开口：“老公，你好小。”小纸人突然抖着胀成了粉红色，然后膨胀了数十倍，企图将我一口吞进去。我抬起拳头，徒手将一排尖锥样的牙齿砸出个洞。不可以哦！我拎着痛得缩回原形的小纸人，弹了弹他的屁股，叛逆养成系。我可以。哦，我是来和你谈恋爱的，我叫几堂。淡粉色的小纸人垂头丧气地挥了挥纸手，黑漆漆的空间突然变亮了。我将它放下来，他异常乖巧地掏出了笔，在本本上写字。我叫边缘，怪可爱的。回忆起手册上写的，白毛性格，粘人，单纯，欲望很重。他看着不太像重欲的人。他见我没反应，趁机歪了歪头，2个眼睛洞突然流出血来，周围密密麻麻爬来了一堆白色的断手。我掏出打火机划拉了2下，爬出来的手又缩了回去。怎么这么不老实？哎，叛逆养成系，要把纸片人养成美男子，就得像老妈子一样才能起效果。我把他的铁箱拖走，装了水过来，烧的温度刚刚好，然后拎着他往铁箱里扔，先帮你洗洗澡。小指手绝望地伸了伸，又无力垂下。绷带小纸人最后还是没绷住，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十分狼狈地跌在铁箱里，还戴上一个有嘴的微笑面具。你叫老公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很低，带着一丝沙哑。就是我喜欢你呀。我坦然。养成搞纯爱准没错，我打算打直球。喜欢我？边缘将脸扭了过去，红红绷带在水上飘着，他扭扭捏捏地回答我：好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他说着，快速把血迹清理干净，
又扭扭捏捏的腾了个位置给我，要一起洗吗？嚯，还挺主动。好啊，我大方的坐了进去。边缘更害羞了，老婆，我们这样不会怀孕吧？啊！我瞪圆了眼睛，随即捧腹大笑，这难道就是单纯属性？不会哦。我凑近了些，手从喉结、胸膛一一划过，然后停留在腹部，勾起他的绷带，轻轻一弹。以后你会知道的。他看起来红得快熟了，我却突然想起件事，边缘，你里面为什么是空的？边缘蹭了过来，因为我的身体和心被人偷走了，我现在是魂体。他说起这件事跟讨论天气似的，我却久违地想起之前在生存游戏里被人肢解。哦，那可有点疼。思绪回笼，我开始思考攻略任务提到的养成系，莫非这个养成是给边缘重塑身体？边缘已经蹭到我腿上了，粗糙的绷带磨得我有些痛又有些舒服。老婆，你能像刚刚那样摸摸我吗？他喘气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真的很舒服。我给边缘来了个全身按摩，他舒服的直哼哼。边按边点开面板，封闭的商店前赫然写着通过任意关卡后解锁。叹了口气，我从铁箱里站起身，边缘，我要走了。恋爱要谈，主线任务也要做，但这里似乎是边缘的家。距离这个古堡封闭还有不到48小时，我得出去。我朝他伸出手，一起走吗？我知道异次元的实体是具有自我意识的，所以他也有拒绝被我攻略的权利。边缘却毫不犹豫地握上了我的手。就在这时，古堡发出一声巨响，无数奇形怪状的手从上方掉了下来。我拿着匕首解决了几个，大片大片泛着恶心酸臭味的绿色液体腐蚀着地面，怪手融在了一块，越堆越高，直到形成一个巨大的手，惨白的皮肤上还扭动着无数张人脸。我快吐了。边缘化身小形体乖乖坐在我肩上，他凑到我耳边，这是狩猎时间。他悄悄蹭着我的脸，粘人得很，因为我要跟你走了，所以狩猎时间提前了。我歪头看他，所以我们小边缘是这个地图的主人。他又红了脸，扭着身子点头。带着男主私奔，小弟崩溃狂追，有情趣。我用嘴碰了碰他的小脑袋，坐好，带你飞飞喽。像是在玩吃豆人的小游戏，我沿着金币路线一路狂奔。身后的鬼手很快追了上来，5根手指扭曲舞动着，我扒拉开周围凸脸的小手，边跑边划开地图，然后闪身进了左岔口。出口在哪？狩猎时间的小 boss 是无敌的。边缘伸长了一只手帮我捞右边的金币，但有安全钮可以定住 boss 10秒左右。还有老婆，出口的话你好像跑反了。我想起了自己掉下来的那个洞，所以一开始我进来的地方就是出口。是的，想要出去你还要获得那个藏品。边缘在我肩膀上晃脚，但你都有我了，藏品就不重要了。古堡整个还在晃，鬼手绿色的粘液飞溅了过来，我踹着墙体翻了个身，勉强躲过。继续跑了一段时间，我企图找到可以绕回去的路，但很遗憾，这似乎就是游戏设定的 BOSS 战。在我们收集完所有金币后，地图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黄点，眼前又出现了那个血红色的光屏。是否立即开启 BOSS 生存战？和男主一起打怪，这个设定合情合理，并肩作战更容易产生感情吗？边缘突然戳了戳我的脸，老婆，虽然我打不过你，但我会保护你的。许久没有产生情绪的神经元突然波动了一下，还有这个手他其实是个好手。边缘继续说，待会下手可不可以轻点？我答应了，只要他不影响我，我也会让边缘的室友好好的。点击开启1分钟的 BOSS 生存战，周围的场景一变，电子纹路缓慢爬升，墙面、地面、天花板冒出了无数只挣扎的白色小手。鬼手带着绿色粘液轰地向我站着的位置拍了下来，我躲在他的指缝间，还是沾上了点液体，一股腐蚀的疼痛感从伤口处传来。边缘急忙用绷带帮我缠了伤口，我的绷带可以防御那个液体，是不是很痛？其实还好，但有效的攻略就是要适当装弱。我点头，痛。边缘连忙冲着伤口吹气，不痛不痛。鬼手晃晃悠悠地立了起来，当看见趴在我身上吹气的边缘后，他似乎变得更气愤了。苍白的5根手指头胡乱挥动着，蛇一样缠了过来。我低头翻滚了几圈，突然看见了一个黄色的按钮在他后边。这是安全钮吗？边缘看过去，点头说是，但是想按到安全钮的话，老婆你得从他下面钻过去。巨大鬼手的底下赫然有个工艺人通过的小洞，但他防得死死的，根本没有靠近的机会。看着攻击频率越来越高的 BOSS， 我意识到在这最后的30秒里，不按安全钮根本存活不下来。好吧，边缘抛出的匕首被我晃出了个花，我要给你的朋友开一个口子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冲着鬼手冲了过去。边缘没回话，只是将绷带缠满了我的全身，像是担心我被腐蚀。匕首被扎进鬼手的掌心里，我用力从掌心滑到手腕，然后一个滑铲从洞里钻了过去。在最后10秒，我按下了安全钮。鬼手突然发出几声惨叫，慢慢消失了。边缘冲他挥了挥手，然后又坐到了我肩膀上。老婆，我好难过。我走到出口处，发现之前掉下来的洞前面形成了一层层的阶梯。为什么要难过？因为好手他自由了。边缘声音听起来丧丧的，什么自由？我忙着爬楼梯，没心思听他讲话。没什么。
好不容易逃出古堡，结果面前就是一大片沙漠，后面的古堡轰得塌了。我有些疑惑，过个主线男主家怎么还没了？血红色光幕适时出现，恭喜玩家逃出沙漠古堡，获得金币425，获得藏品魂。商店已开放，新的地图将于3天后开启，请玩家自行探索世界。心跳体验在前方等待您，祝您游戏愉快。卡主线了，这说明这几天都是和边缘甜甜恋爱的时间。我正打算说些什么，面前突然悠哉走过了一只骆驼。不能算骆驼，是一个有着骆驼身子却长着人脸的奇异物种。这个隐游太离谱了，还好边缘还是可以看的。我欣慰地看着它，边缘又羞涩起来了，小小一只非要往我怀里钻。随它了，我跟着人脸骆驼后边走，好歹也算骆驼，沙漠绿洲应该也是能找到的吧。果不其然，找到了绿洲。我在边缘的帮助下迅速搭好了一个简易的遮棚，姑且算是我们的营地。从刚开放的商店买了锅和一些食材，刚做好饭，我却突然意识到边缘好像没有嘴。边缘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端着做好的饭舀了一勺送到他面前，吃不了的话闻闻。边缘听话地凑了上去，香。哎，可怜的宝贝，我摇摇头正准备吃，突然一个黑影飞速闪了过去，一口把饭给吞了下去。胆子挺大，跟我抢饭吃。我拍了拍衣服站起来，没过多久，黑影被我绑成粽子倒挂在了树上。扒拉开他的面罩，我有些惊讶 ，NPC。黑影是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，他被倒挂着拼命扭动，我好不容易蹭着通关了沙漠古堡，饶命，饶命啊！ NPC 并没有冷静下来，反而在发疯。我就吃了一口饭，一口，都是同类，就别斤斤计较了吧。不好意思，某种层面上来说，我真的很讨厌同类。他吵得我脑袋疼，掏了掏耳朵，边缘你帮我看着他，我去附近转转。边缘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我端着饭就往外面走。同类有什么好？在生死关头，谁还顾得上谁？想要活下来，可不就得自相残杀吗？我大口吃着饭，仔细思考这几天要怎么攻略男主。翻遍整个面板，我才确认这个乙游没有好感值，难道有隐藏触发条件？我索性不去想了，在四周探查了一番后，回了营地。靠得越近，血腥味越发浓烈，我的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。边喊他的话，被面前的场景卡在了嘴边。倒挂着的人此刻只剩了半边身子，残肢断臂，内脏破碎，边缘恢复了原形，正背对着我站着。他听见了动静，蓦地扭过了头，面具上被染上了喷射状的猩红液体，浸透鲜血的绷带裹着他的手，血落在地上，一滴两滴。他缓慢地朝我挪动了一步，我瞳孔一缩，在绷带触碰到我的刹那，利落地割开了他的脖子。绷带很容易割开，匕首直直划到了底，包裹着他头的绷带零零散散落了一地，边缘的头仅仅消失了一瞬，又重新出现。魂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绷带重新缠了上去。他似乎难过到了极致，老婆，你想杀我？我回了神，刚刚以为他想杀我，条件反射了。这下好了，好感值肯定降了。刚刚是个误会。我忙哄他，我以为你暴走了，割一割让你清醒一下。面具两个洞里突然流出水来，边缘哭了，并且越哭越大声。不哭啊，老公不哭。我咬咬牙把他抱住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怎么还有杀爱人的老婆？他现在有些强壮，我抱着有些吃力，我不要这样的老婆。呸呸呸，有些话不能说的知道不？我忙去亲亲他的额头，又摸摸他的背，我最爱你了。边缘脸红红的继续哭了会，然后又开始蹭蹭了，跟有皮肤即可证似的。哎，幸好这个娇娇宝比较好哄。你怎么突然把人给杀了？我把半截尸体埋了起来，还没问出什么就死了，真可惜。我控制不住。边缘被我拉到水边，我吃不了东西，所以我是依赖欲望生存的。欲望。我给他洗完面具，又去搓他手上的绷带。普通的闯入者会为我提供杀戮欲，边缘乖乖地换了只手，杀戮欲会让我想杀人。作为游女主，果然还是有点优待的，而普通的 NPC 只会被杀，这种恋爱确实谈得挺有心跳体验。那你待在我身边不会饿吗？毕竟我不能提供杀戮欲。边缘清洗干净血迹了，继续面上红红的看着我，不会饿。他拉住我的手，音量小小的，欲望又不止杀戮欲。我听懂了，坏笑着看他，哦，那是什么欲望呢？伸手点了下他的头，他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猛退了2步，跌在地上。我趁机栖身上前，吻在他面具的嘴巴上。真遗憾，没有身体怎么弄都跟玩似的。在我推开前，边缘却飞快抓住了我的胳膊，他结结巴巴，是情欲。突，我难得有了一点点情绪波动。他没有身体，可我有啊。我勾起他的下巴，要不要来玩点好玩的？他学着我的样子，用面具的嘴巴贴，从上到下，冰凉的触感和我炽热的呼吸相互环绕，不知道谁的喘息声更大一些，绷带粗糙的触感却让我觉得很舒服。3天后，血红色光屏准时出现，请选择难度等级。我看着剩下的红色和紫色的框，难以抉择。虽然我现在有边缘了，但主线肯定是避不开其他的可攻略男主的。我问边缘，其他2个图你有熟人吗？熟人。边缘思索，那我们去那个恶魔之城吧。
他看起来有些兴奋，那个红毛笨笨的，老婆你大可放心。笨蛋红毛体育生听起来肌肉很发达。我点击了红色的框，难度3颗星，请玩家获得藏品并击败地狱之主。3、2、1，地图开放，心跳体验在前方等待您，祝您游戏愉快。眼前一闪，我们就被传送到了新地图。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凹凸不平的黑色岩石组成了一条小道，直直通向了最里面的大平台。黑黝黝的人体顶着骷髅头像是被烤焦了一样，整整齐齐排成一排，守在岩石小路的边上。路的两边翻腾着岩浆，里面浮沉着还未被烧尽的生物。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，路边竟还开满了一朵朵血红色的骷髅花，危险又迷人。平台上沉睡着一个大块头，火焰似的头发里冒出了2个巨大的黑角，红色皮肤下的肌肉十分发达，健硕的身材上流动着金黄色的血脉，闪闪发光。一个干尸骷髅突然走了过来，手上端着个托盘，里面放了3张印着骷髅头的黑金牌，请选择。选第3张。边缘又化身成了小形体，在我耳边嘀咕，说了好几次让他换个顺序，他就是一根筋。我听他的，拿起了第3张牌，上面写了个1。欢迎来到恶魔之城。干尸骷髅鞠了个躬，恭喜您获得1次战胜次数，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赢他1次就通关了。边缘补充说明，您需要与地狱之主进行领地争夺，共计9个区域。干尸骷髅继续说，双方起手牌各9张，3种颜色，每一轮通过出牌大小决定先后手。区域颜色将被隐藏，选定区域后不可更改。若手牌颜色与区域相同，则视为占领成功；若不同，则失败。无颜色区域可被反复占领。功能牌为隐藏道具，领地数量多者胜。我听得好累，边缘给我按了按太阳穴，洞穴突然震了一下又一下，平台上的大块头醒了，他黑漆漆的眼眶里坠了2个金黄色的瞳孔，直勾勾看了过来。这么久了，终于又有玩家来了。他笑了一下，露出2颗巨长的虎牙，准备好怎么死了吗？干尸骷髅已经退到了一边，我直穿过黑岩石的小道来到平台。这个体育生并不是我的菜，就是这个肌肉确实好看啊。我走上前，没控制住摸了摸，2道惊叫声突然响起，我肩膀一空，回头就见边缘充气似的膨胀成了大块头一般大，然后弯着腰将大脸凑到了我跟前，审视我，像个受气小媳妇。莫名感觉有些心虚，有点冷，我就暖暖手。我凑上去亲亲他，你气什么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还没哄几句，大块头又惊叫了一声，我星号边缘。他支起了半边身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还带了个玩家？边缘泄了气，绷带缠着我，我带老婆来找你打牌玩。他特意加重了老婆2个字，接着他向大块头介绍我，这是我老婆几堂。哦，边缘老婆你好，我叫1-2。你好。我尽量控制自己的目光不往他的肌肉上瞟。来打牌吧，这么久没人来，我都快闲死了。1-2指了指旁边的座椅，上来吧。我坐了上去，座椅慢慢升起，直到停在和1-2相同的高度。电子纹路从中间向两边散开，一张巨大的岩石桌慢慢出现，桌上摆着9个小旗帜，旁边放上了一些骷髅花和骷髅头。几堂你运气真不错，一开始就抽到了1次的幸运牌，这可得归功于边缘。我拿起码在我面前的9张牌，边缘你也很幸运，有人陪着可就不孤单了。还没有人能通关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成为第1个呢？1-2边说边压了1张牌上去，我也压了1张上去。开牌他红我黄2，我先手。他拔了一根小旗子，那个区域慢慢变成红色，爬出来一个骷髅头。恭喜地狱之主获得功能牌1张。我们继续打牌，目前他占据了3个区域，获得功能牌1张，我占据2个，但运气好有2张功能牌。边缘小小一只，趁着1-2不注意去偷看区域颜色，结果被1-2逮了个正着。喂，别重色轻友啊！我捞回边缘，使用功能牌换色。1-2大叫一声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个区域被换了其他颜色，他气得直捶桌子，充分展现自己的肌肉力量。1-2可以偷偷改变功能牌的内容。边缘又给我透底，之前和他打牌逼急了，他还爆出过什么谁肌肉大谁赢的功能牌。哇，那可太无赖了！别透底了边缘，我就想好好玩一把，会放你们走的。1-2看着手里牌表态，我在这待得太久了，早想出去了。他边说边拔了根旗帜，结果是不同颜色的领域，气得他立马爆出了透明3秒看区域颜色的功能牌。我们慢慢打着，1-2却有些心不在焉的开始唠嗑。我刚来这的时候，边缘帮我可多了，要不是设定问题，我早就搬过去和你一块住了。边缘也回忆一下，之前我带着好手来你洞里玩，你不是还举办了什么欢迎会？他举着手默默数，什么头颅烤肉、岩浆表演，还把好手烫出了好几个洞。那只臭手还是每天洗澡吗？我默默听着，直到最后，1-2将准备变功能牌的手放了下来，他替我拔掉了最后一根旗帜。我赢了。算了，我想去找那只臭手了。边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还有几堂，谢谢你。1-2从胸口掏出了什么，然后伸出手掌握了握边缘，微笑着慢慢消失了。他消失的地方突然掉下来了一只银牌，上面写着编号0039。
我惊讶地看着这个我无比熟悉的银牌，身为博士突破次元的实验者，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。然而我的怀疑却被突然闪出的光屏打断。恭喜玩家获得藏品躯干并通过，通错误，系统错误，边缘。我来不及去看伤心落泪的边缘，只看见大大的红色的叉和错误2个字突然爬满了我的视野，我跌入了另一个空间。编号1017，存活确认。博士的脸慢慢出现在了面前的蓝色光幕上，表情严肃。传送出现重大失误，请立即返回现实世界。所以这里不是你说的乙女游戏？我简直对博士无语了，上次就坑了我一把，这次还来。这里是不可控空间，危险等级难以预料。你参与的应该是我们曾遗弃的恐怖游戏《沉默的世界》。想活命就快跑吧，几堂。博士难得叫我的真名。如果我不回去呢？我想起了边缘，他那么坚定地选择我，放弃了自己的家，心里突然一抽，我竟然体会到了舍不得的感觉。如果你选择不回来，那么我们只能放弃你了。编号1017。这个空间一定有异常，就算是之前出 BOSS 的生存游戏都没有让博士如此焦躁。我又想起了12掉落的银牌。我会通关后再回来。我做出决定，请照顾好我的妹妹，博士。博士这次沉默了很久，只略带遗憾地看向我。就实验治疗来说，我们似乎成功了，希望还有机会见面，再见几堂。光屏闪了闪消失了，一空间骤然消失，我又一次从空中掉落，只是这次的随机掉落不太幸运。一大片粉色在我身下，风一吹，花海泛起层层涟漪。在恐怖游戏里出现的花海可不是能欣赏的。我砰地坠进了厚厚的花海中，在被淹埋的前一秒，我和一双银绿色漂亮的眼睛对视了。花海的香气钻进了鼻息，我感觉一阵阵头晕，身下像是被一双手拉扯着不断下沉。几堂，老婆。意识渐渐消散，眼前却突然一亮，银绿色眼睛的主人张着嘴微微喘气，扒拉开藏着我的粉色花丛，冲我伸手。白毛狼尾少年穿着一身白衣，长长的睫毛轻轻一扇，就听我心脏狠狠咚了一声。我伸手拉住他，被他带出了这片花海。粉色一片的世界，只有他是一点白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他简直漂亮极了。边缘被我盯着，耳朵红彤彤。老婆，怎么这样看我？我很丑吗？他说着，又走上前来牵我的手。我抱住他，亲亲他的脸蛋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自己赚大发了。边缘被我亲多了也习惯了，反过来亲了亲我的嘴角。你刚刚突然消失，我好害怕。他好看的眼睛慢慢蓄满了眼泪，美人落泪。之前绷带的时候，我就受不了他哭，现在更受不了了。不哭不哭。我又去亲他的眼睛，我最爱你了，怎么会离开你呢？他乖乖搂着我的腰摩挲，慢慢动作变得越来越暧昧。老婆，我还想和你贴贴。上次玩的花样被我解释成是贴贴，现在他有了身体，还这么直接，我怎么能拒绝？我吻上他的唇，呼吸交融。那我们今天来玩进阶版。手慢慢从边缘的胸膛画着圈往下走，他闷哼出声，眸子里带着些许惊奇。老婆，再来一下，别急呀。我咬了一下他的嘴唇，我先教你怎么接吻。边缘袖子里的绷带没忍住，悄悄缠了上来。我带着他一起倒在了一旁的花瓣丛中，一排排开满粉色小花的树轻轻晃着，一开始游刃有余的引导者，在最后却叫着老公连连求饶。我不要了，你走开。是我做的不好吗？对不起。边缘边动边落下眼泪来。哎呦，我的小哭包。我忙环住他。不，做得很好，你别哭了，是我老胳膊老腿。真的吗？他睫毛上挂着眼泪，见我点头，又俯下身子再来，最后一次。结束后，我趴在他身上装死。边缘轻轻摸着我的头，有身体的感觉，真好啊。我想起12走时边缘难过的表情。边缘，12和好手一起走了吗？边缘点了点头，他们自由了。我抬起手拍拍他的头，不要难过，我会陪着你的。他了一声，是很难过，但更为他们高兴。我们又闲聊了一会，休息好后，我们在花海找出口。自从博士找过我后，血红色光屏就再也没出现过了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开启第3个地图。再走了一段时间，不远处出现了一个被树枝围起来的圆圈，地上的花瓣突然被卷了起来，然后在圆圈前形成了一个光圈。光圈里慢慢走出来了一个人，一个拥有人类外表的诡异，只是脸上从头皮到下巴扭曲着一道裂痕，像一张裂开了的人皮面具。长长的紫发被高高竖起，他走到我面前，突然抬手拥抱了我一下。我看着他手背上的胎记，有些愣神。许久未见了，他说着，又转头看向边缘，还有边缘。边缘和他打了个招呼，好久不见，赵赵。我试探的开口，陶陶。见他和边缘看过来，我连连摆手。几桃前几年变成了植物人，现在正在博士手上治疗呢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想起妹妹，我有些怀念。赵赵笑了笑，第3张地图就是这里了，我是这里的 boss。血红色光屏闪了闪，重新出现了，请玩家通过镜中镜试炼并获得藏品。边缘将我带到光圈前，赵赵突然叫住了我，几堂。他站得有些远了，我没听清他说了什么，只模糊听到什么谢谢。
我冲他点点头，跟着边缘进了光圈。刚进来，身边的边缘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不远处走过来的白毛青年。我正准备走过去，才发现这里似乎有些不对劲，血红色的天空，被蠕动肠子铺满的地面，以及在路上行走的数具无头尸体，还正在喷射血液。白毛青年低头走着，神色闷闷不乐。我挡在了他面前，他猛地撞了上来，好痛！你是谁？他眨巴着懵懂的眼神，有些好奇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愣愣的边缘太可爱了，我没忍住抱住他晃晃。我是你未来的老婆。边缘被我挤得快喘不过气来，只红着脸挣扎。你放开我！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那群人派来的？他挣开我的手，羞耻的大喊：我说了，我不会参加那个计划，你也不要再来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等等！我看着他跑走的背影，有些混乱。什么参加那个计划？难道边缘也参加过博士的计划吗？那他怎么会在这个高危空间当 boss？ 还没等我追上去，眼前的场景就忽的一换，依然是血红色的背景，行走的路人还是一个个扭曲的怪物。边缘眼神绝望地瘫坐在地上，在他的不远处是一场严重的车祸，2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被压碎在大货车下。我走上前挡住边缘的目光，用力将他抱在怀里。他小声抽泣着，直到变成嚎啕大哭。爸爸妈妈，我没有爸爸妈妈了。我慢慢摸着他的头安抚他，爸爸妈妈一定会在另一世界陪伴着小边缘。不哭不哭。他渐渐收紧了手，只有我一个人了。不会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边缘看着我，话还没说出口，画面却迅速切到了下一个场景。边缘出现在了我最为熟悉的实验基地，只是这残肢断臂的场景实在让我有些反胃。我现在唯一能确认的是，在镜中镜里，只有我和边缘是真实存在的，其他东西都会被怪化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边缘能看见我。站在边缘旁边的怪物，头上只长了一张嘴，嘴里还冒出来一个又一个触手，贪婪地挥动着。它没有人类的躯体，只一节一节扭成了毛毛虫的模样。只是它一开口，我便怔住了。是博士的声音。如果我参与了计划，你们确定可以复活我的父母？博士带着边缘来到了一个隔离舱，里面躺着的正是边缘的父母，尸体已经被博士缝合好。灵魂突破了次元，我们会尽快将他们带回来。一滴冷汗自我额间滑落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博士。父母双亡，我和几桃相依为命长大，在他变成植物人没多久，博士就出现了。他说他可以为几桃提供治疗，但前提是我需要成为突破次元计划的实验者。于是我签订了协议。我想冲过去拉住边缘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边缘在协议上签了字，看见突然出现的我，他眸光闪了闪，你出现了。虽然我知道你说会一直陪着我是骗我的，但我还是想见你。他有些失落，你马上又会消失了吧？那我希望下次我们能早点见面。他在实验人员的安排下开启了第一次实验，场景又换了，但这一次我被定在原地，看着边缘像之前的我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去参与实验。懵懂的青年慢慢变得熟练，慢慢失去对情绪的感知，甚至眼里染上了死欲。直到他最后一次进入异世界，面前的场景正是现在的游戏沉默的世界。当时3个地图的 BOSS 还不是1、2他们，边缘通关了最后一个地图后，回到现实世界却被关了起来。为什么？边缘面色平静地看着光屏上的博士怪物。博士只问了一个问题，你拿到什么了吗？没有。真是遗憾。博士说了最后一句话，转身离开了，只留下一句，释放麻痹气体。看着渐渐昏迷的边缘，我心急地叫着他的名字，却意外发现自己能够再活动了。我直接踹开了隔离舱的房门，将迷糊的边缘带了出来。然而这一幕像是触发了必要条件，所有怪物以诡异的角度直直瞪着我，随即朝我爬行了过来。我背起边缘就跑，慌不择路闯进了观察舱。接着我就看见了病床上挂着的号码牌，一切都在我眼里慢放，上面赫然写着编号1007，姓名几桃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我妹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姐！前面突然传来了几桃的声音，我抬头望过去，却见那个名为赵赵的 BOSS 站在了我前面。我带你离开。几桃拉住我的手往前跑去，怪物一层一层涌了上来，我踹开一个，看着几桃不敢移开眼。几桃，你为什么会？边缘通关了这个世界后，得到了能控制空间的魔方。几桃说着话，我心疼的拿手去碰他脸上的划痕。我没告诉博士。边缘将脸搁在我肩上，虚弱的说话，我都记起来了。走这边。几桃拉着我转了个弯。博士视我为废品，消除记忆后分离了魂、躯干、心后投放到了这个游戏里。边缘替我擦了擦汗，继续说，本来只是为了维持游戏运转，结果这个空间彻底失控了。所以被他视为废品的所有人都被改造后投放到这个空间了吗？我想起了1、2的银牌，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改造。几桃带着我们冲出了实验基地，当有 BOSS 被打败后，才会出现像边缘那样的献祭废品和改造 BOSS， 而其他废品则会被当作玩家丢进来，生死难料。他说着指了指自己，我发现了博士的秘密，所以被他抽取魂魄改造成了 BOSS。进来时的光圈已经近在咫尺，
几桃却突然停了下来。对不起啊姐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拼命摇头，张了张嘴，眼泪先流了下来。怎么会是连累？我们先走，先出去。博士存放实验记录的 U 盘被我缝在背上，带着边缘走吧，藏品已经在这了。几桃指了指边缘的心口，维持游戏运转的东西没了，我们都自由了。他说着，身边闪出了那个血红色光屏，原来它也是实体。恭喜游客1017通关游戏沉睡的世界，心跳体验将在未来等待您。脱离世界倒计时，3、2、1。边缘身上突然发出了强烈的白光，团团将我们围了起来。不要！视野黑掉前，我看见无数怪物扑向了几桃和血色光屏。再见了，姐姐。下一瞬，他们分裂成了无数光点。边缘在进入现实世界之前，松开了我的手。他摸了摸我的脸，叫我别担心，我要去拿一个东西。不要担心，我会很快回来。等我重新出现在实验舱时，博士简直是如临大敌。他甚至没来得及对我消毒，就冲了进来。几堂，你有没有拿到什么？我耸耸肩，什么都没有。因为我是最稳定的实验体，博士对我格外宽容。我要去看看我妹妹。博士疲惫地捏着眉心，挥挥手同意了。我跟着实验人员去了医疗舱，然后在监控盲区打晕了他们。再次看见几桃沉睡的脸，我还是没忍住酸了鼻子。我想着边缘和他藏起来的魔方，渺茫的希望却让我稍微平静了些。我小心地给几桃翻了个身，从他背上取出 U 盘后，我连夜背着他从实验基地逃了出来，将证据亲手放到了信任的警察手中，然后偷偷保留了一份实验者的名单，包括废品。博士很快因进行非法人体实验被逮捕，实验基地被彻底封上。被捕的博士在警车上嘶吼，就差一点，这是人类史的神迹。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却想要毁了他。他能研究到这一步，确实有本事，但不耽误他进疯人院的单人间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久违地坐在外面的长椅上发呆，感觉像做了一场梦，但被我背得滚瓜烂熟的编号却在时刻提醒我，这一切不是梦。编号0207，编号1007，编号1017，编号0039。我默默念着这些编号。编号0729，姓名边缘。我在。一道身影突然站在了长椅前，我猛地抬头望过去。边缘穿着风衣，白毛被风吹得凌乱，他银绿色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，然后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小木乃伊从他肩上冒了头。游客1017，又见面了。哇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我要去洗澡，那个绿色粘液太恶心了。自由了，哈哈哈哈！但我还挺喜欢那个怪物壳子。喂，不要挤我臭手。姐姐。边缘弯腰抱住了我，老婆，好想你。我颤抖着猛地抱住了他。大家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能找到躯干就更完美了。122在边缘肩上跳，我用指尖和他们一一击掌，然后轻轻摸了摸几桃的脑袋。边缘向我伸手，回家吗？我们回家。我发自肺腑地笑了起来。